训练营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你正式走进我们的财商训练营。财商训练营有24节正式课程，这个课程被周老师称为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财商课。今天是我们24堂课的第一节课，这堂课程的名字叫做“富人不为钱工作”。周老师手上拿了一本书，毫不夸张的讲，就是这本书改变了周老师的命运，让周老师从一个穷小子能够变成一个财务自由的人。周老师第一次看富爸系列书籍是在电脑上看的电子书，那一年是05年，我在洛阳世纪电脑城卖 MP3， 在给客户下载歌曲的时候，不经意之间看到了一个电子书然后呢，我有2个爸爸，一个穷爸爸，一个富爸爸。我当时在想，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怎么会有2爹呢？当看完以后，我真的有一种感觉，你们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就是背负着血海深仇去为父报仇，结果被敌人打落悬崖，在自己即将死的时候，突然还捡到一本武林秘籍，就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作者叫罗伯特清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本书。因为我们那个电脑是不能上网的，是给客户下载 MP3 歌词用的，它不是歌词文件，是个 TXT 文档。我就很好奇，我就特别渴望改变命运，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回家以后，我就找到了我最好的朋友我方远电脑学校的同学郝和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有一本书太厉害了，这本书可以让我成为亿万富翁。妈呀，我必须要找到这本书。我说咱们辉县哪里有卖书的？他就带我去了带我去了哪里呢？带我去了我们辉县县城的新华书店。新华书店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本《富爸爸穷爸爸》，非常薄。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非常薄，要卖将近48块钱。那个时候周老师囊中羞涩呀，那浑身上下身价那负20万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舍不得买，真的是看了以后，哎呀，我舍不得买。我发现还不是一本，那个时候已经有4本富爸书籍了。第1本《富爸爸穷爸爸》，第2本《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第3本《富爸爸投资指南》，第4本《富爸爸聪明的孩子富孩子》。4本书一看全买回家，得200多块钱。周老师犹豫了，真的，周老师囊中羞涩，没有钱。然后我就走在了书店门口，然后我就依依不舍在旁边晃。我说有没有卖旧书的？我说买本旧书也行啊。然后呢，郝总就带我去，就找了一地摊儿，就在地摊上，我一眼就看到他了。妈呀，就那个感觉，就仿佛你看到美女了，你知道吧？这本书我一看我就知道它是盗版。这本书是一个4合1的是把我刚才讲到的富爸爸系列的4本书全部写在了一本书上。这上面还有周老师写的05年8月购于辉县还有这个字样。如果你翻开这本书以后，你会发现这本书的文字特别小，密密麻麻，全是错别字儿。而周老师把这本书来来回回翻了那是10几遍。想象一下，一个17岁的小男孩怀揣着梦想，在洛阳，在郑州，在深圳，在广州，在北京，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暗无天日。每次他在工作遇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他就会翻开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我的信念，这本书就是我的信仰，这本书就是我指路的明灯。真的，就我真的是因为这本书改变了命运。在没有学习财商之前，周老师根本没有梦想。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好好上学，找份好工作，学门手艺，找份好工作。第一条路，因为父亲破产，所以没有钱交学费了，走不通了。第2条路，学门手艺，找份好工作。我妈跟我说，当下修车比较火，就送我去修车铺里学修车，学电气焊，学补轮胎，学了3个月，1分钱工资没赚，还没学会，还被人欺负。后来呢，我妈又说了，说做厨师，你这辈子就算穷也饿不死，就让我去做厨师去了，做河南烩面。妈呀！然后又没学会，后来就进工厂学开车床、锯床、磨床、铣床，还是没学会，来来回回折腾了半年多，1分钱没赚到。后来我妈说，看来你太笨了，你就去工地吧。我就跟我姐夫去工地了，当钢筋工，窝钢筋修桥架路
盖房子，干了1年，赚了450块钱。14周岁的周文强，正常人应该读初3，而我在工地干了1年。第2年就跟着哥哥去架高压线了在工地里面一干就是又干了1年。那1年1天工资17块钱，赚了4300块钱。我那个时候我哪懂得看书啊？看书也看，就看故事会，看青年文摘，哪会看这些书籍，对不对？但是我就不经意之间我就冒出一个想法：穷人为什么穷？穷人卖体力，靠脖子以下赚钱。富人为什么富？富人靠脖子以上赚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再也不在工地了，我要拿我赚的钱去学习。我回到家以后，我当时有2个选择，我挺喜欢表演，我想当大明星。那个时候那么 F4 风靡全球吗？我就跟我妈讲，我说我要不就去学表演吧，我长得又帅，对不对？那万一成名了呢？但是我又一想，这梦想太不着调了，太不靠谱了。后来我就在我家里面，这个腊月23号过小年，我们那农村有集会，就看到有一帮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人就在发传单我就拿到一张传单了。第一句话就把我震撼了：学习改变命运，知识改变人生。妈呀！我看完以后，我一问，学习电脑学习电脑，学习组装电脑，学习这个网页3剑客学习做图片 Photoshop、3D Max 网页3剑客，我就告诉我妈，我说我要去学习。我妈说学费多少钱？我说4300。我妈说了，如果学不会怎么办？如果学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你别去了，你好好在工地干2年赚个1万多，把房子修一下，再干几年赚个几万块，咱讨个老婆。我说我不想这样过这样的人生我想创业，我想当老板，我想改变家族的命运。我妈说，如果你爸当年不是这个想法，咱们家现在挺好。我都找人给你算过命了你就是在工地当个男工，娶个女工，生个小工的命。当时我真的很孝顺，我是从小不跟我妈顶嘴的，但是那一次我顶嘴了。我告诉我妈说，我说如果我这辈子没有为我的梦想奋斗过，我会恨我自己，我也会恨你。这4300如果学了啥也没学会，我认了。这个世界我来过，我奋斗过，我不后悔。我年轻的时候最起码我追过梦，我也是追梦人。我学完电脑学校毕业以后，那1年其实也挺辛苦白天在学习，晚上在兼职做网管。因为我交完学费以后我身无分文。后来呢，我学完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去工地工作了，我就去了洛阳的世纪电脑城找了一份 IT 的工作。就在卖 MP3 的时候，给客户下载歌词的时候，看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第一次让我听到了什么是财商，它让我看到了人生还有第3条路可以走，第4条路可以走，不是只有好好上学找份好工作，学门手艺找份好工作，我们还可以走第3条路，创业成为企业家。我们还可以走第4条路，投资成为投资家。我真的是眼前一亮，我太震撼了。我终于听到了一个词叫财商。我们以前都听过智商、情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财商。智商让你聪明，不能让你富有；情商让你学会为钱工作，变成钱的奴隶。只有财商才能让你成为钱的主人。所以，当周老师开始学习财商以后，我的整个思维全变了。我脑袋里面每天想的就是我如何创业成为企业家，我如何投资成为一个投资家。我用了10年的时间践行了富爸爸系列所有的书籍，反复看罗伯特清崎出的所有的书，反复看。当我知道罗伯特清崎在中国开课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刷信用卡借款去上课所以今天周老师拥有了今天。所以当周老师实现了财富自由以后，说实话就很少再看罗伯特清崎的书籍了。虽然在2019年我也请了罗伯特清崎来中国进行了一场演讲，听了他的课，听完以后我觉得我的境界跟老师一样高了。我觉得我今天我的成就也不比老师差呀，对不对？虽然我们身价差1个0，但是你72岁了，我才30多岁，我相信我到你那个年龄，我也一定可以成为100亿富豪。但是当我这一次要给大家录训练营的时候，当我重读这本《富爸爸穷爸爸》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了我跟老师那个0是怎么差的。我毫不夸张的讲，
就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如果你们能听懂，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100亿富豪。这是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给罗伯特清崎讲的第一课：穷人和中产阶级为钱工作一辈子，变成钱的奴隶；富人不为钱工作。罗伯特清崎无数次地问富爸爸：“我想让你教我赚钱。”富爸爸无数次跟罗伯特清崎讲：“我对教你赚钱没有任何兴趣，我对教你赚大钱没有任何兴趣。”罗伯特清崎在30多岁的时候，这个破产了啊，穷困潦倒，连房子住都没有，又去找到了富爸爸，他想找富爸爸借钱。富爸爸再次跟他讲了一句话：“钱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接下来我想问你们个问题啊，朋友们，你们可以内心思考一下，你们觉得财商到底是讲什么的？你们觉得财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我相信所有人心中的答案都是财商就是教我们怎么赚钱的呀。不是，财商不教你怎么赚钱，财商教你如何用钱来帮你赚钱。哎，这句话大家能听懂吗？财商不教你如何赚钱。如果你想我如何赚钱，你就一定会去找份工作赚钱，因为找工作是赚钱最快的方法。你就变成了钱的奴隶，是你在为钱工作，不是钱在为你工作。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走进罗伯特清崎见到他富爸爸的第一课。话说，9岁的小罗伯特，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学校，他是班上最穷的同学。在班上呢，他的同学都嘲笑他：“你看，你穿的衣服是旧的，你没有新的棒球帽，你没有新的自行车。”有一天，9岁的清崎就跑到他的爸爸那里，就问他爸爸：“爸爸，你能不能教我怎么赚钱？”他的爸爸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他的爸爸就是他口中的那个穷爸爸。他爸爸说：“我不会赚钱呀，我哪会呀？然后我教不到你。”然后罗伯特清崎就走了。走了以后呢，罗伯特清崎每天脑袋里就在想：我如何赚钱成为富人。他突然发现班上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小孩很穷，这个小孩叫迈克尔。这个小孩就是富爸爸的儿子迈克尔。然后罗伯特清崎就跟迈克尔说：“你看，咱们俩是全学校最穷的，咱能不能一起合伙做生意，咱一起赚钱呢？”迈克尔说：“可以呀。”两个人就开始思考呢，你知道吗？思考了半天，咱做点啥呢？突然想起了，咱不是上自然科学那门课的时候，就是有一节课是教我们那个硬币是怎么做出来的吗？哎，两个小孩就开始合伙干生意了。干嘛去了呢？挨家挨户敲门，请问你家里有用完的牙膏吗？能把用完的牙膏皮给我吗？那个时候的牙膏啊，它是用一种金属材料做的啊，然后他就挨家挨户敲门，大人们就给他们了。给他们以后呢，他们就拿了一个1美分的模具，然后用火把那个牙膏皮融化掉，把那个融化的那个汁儿倒到那个模具里，然后咔砰一下，这个硬币就出来了。啊，两个人很兴奋，妈呀，你看这我们马上就变成有钱人了。然后还在那热火朝天，还在那干呢。这个时候，穷爸爸知道了，穷爸爸就来到了他们的造币现场，大型做假钞现场，说：“孩子们，你们在干嘛呢？我们正在成为有钱人。”啊，然后穷爸爸说：“不行，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就告诉他们，只有政府、只有美联储、只有银行可以发币，你发币是犯法的，你印钱是犯法的，你造钱是犯法的。然后两个小孩信心瞬间被打击了，很痛苦。然后呢，但是穷爸爸一看两个小孩挺努力，就说：“这样吧，你们要学习怎么赚钱，问我真不会，你可以去问迈克尔的爸爸，迈克尔的爸爸可以教你怎么赚钱。”哎，清崎就说了：“那迈克尔家也没钱呀，他怎么能教我赚钱呢？”然后这个时候，穷爸爸说了：“迈克尔的爸爸拥有2家便利店，拥有1家建筑公司，啊，拥有2个仓库。我觉得他未来一定会成为很有钱的人。”然后呢，罗伯特清崎一听很兴奋，说：“迈克尔，你回家跟你爸说说，你能不能教咱们怎么赚钱？”啊，迈克尔回家就跟爸说了。富爸爸听完了罗伯特清崎的故事以后，很震撼，就同意了。啊，第2天，9岁的小清崎跟迈克尔就来到了富爸爸家里，
然后呢，等了富爸爸好久，因为富爸爸在家里办公超市的主管呀，建筑公司的主管来给他汇报工作呀，等了3个小时，然后终于见到了富爸爸本人见到富爸爸本人以后是你要跟我学习怎么赚钱吗？他说是的。好的，我教你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你要每周6用3个小时时间为我工作，我不会让你白工作的。每小时帮我打扫我的便利店，我给你们俩开工资10美分，工作3小时赚30美分。然后罗伯特清崎在想，30美分太少了，买个棒球都不够啊。你可以选择拒绝，也可以选择接受。记住，有时候机会来了，就是那一瞬间，你掌握住了就把握住了，你没有把握住，你这辈子就再也没有第2次机会了。当富爸爸讲到这儿以后，罗伯特清崎说：“我愿意。”从此以后，9岁的小清崎牺牲自己周末的休息时间，就开始为富爸爸工作每天工作了1个多月。1个多月以后，他生气了。你爸说好教我的，我都没见你爸影，你爸都不教我，你爸是个骗子回家以后跟自己的爸爸说了，把这个情况跟爸爸一说，爸爸更生气了。他爸爸是这个老师对吧？懂法律为政府工作的呀。告诉他，你马上去找他给你涨工资，最少1个小时30美分，不然你就告他。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清崎就告诉迈克尔，我见你爸第二次见富爸爸，认真听高潮来了。敲黑板画重点，接下来的这一段，如果你能听懂，你们这辈子将会绕过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陷阱，那就是成为穷人的陷阱。就是因为这个陷阱，所以才有无数的人在财务的泥潭里挣扎了一辈子都没有出来。罗伯特清崎第2次见富爸爸，还是在门口等了3、4个小时终于等他忙完工作以后，富爸爸接见了他。罗伯特清崎都快哭了你是来找我的吗？找我什么事？你说吧。清崎说了，你是个骗子，镇上的人说的果然没错，你就是骗子。讲到这儿以后，我要跟你们说一句话，你们知道吗？就是在普通的民众看来，那些富人都是骗子，不是在中国，你看在美国也是这样。而这个时候富爸爸没有生气，富爸说，我骗你什么了？你说过我为你工作你就教我的，你1个多月让我免费为你工作，你什么都没教我，你付我这么少的工资，你也不要忘了我爸爸是为政府工作的，你不给我涨工资，我就去劳动局告你。然后这个时候富爸爸笑了挺好挺好，你现在的状态就像那些为我工作了3年以上的雇员你还在取笑我，你就是骗子。我怎么骗你了？你说好要教我的，你啥都没教，我一直在教你我1个多月连你面都没见过，你都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你教我啥了？教东西一定要说的吗？教东西一定要说的吗？你在这里学习跟你在学校里学习不一样，学校的老师是用嘴巴说，用嘴巴在教你，我不是在用学校的那套方法教你，我是在让生活教你。孩子，你记住，生活才是最伟大的老师，他无处不在，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其中。他在你懈怠的时候会拍你一巴掌，醒了，你要学点新东西了。如果你醒了，你学到了新技能，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好。但是如果你没有醒，他就不会轻轻地拍你一巴掌，他会重重地拍你一巴掌。你还没醒，他会重重地踹你一脚，直到你醒来为止。所以这个世界上有2种学习者，一种是主动学习，一种是被动学习。什么是主动学习？在生活这个老师没有给我巴掌之前，我就学习了。而有一些人是直到那个生活狠狠地蹂躏你、抽打你，你还不醒来，你还怨天尤人。你说9岁的小孩哪能听懂这个？清崎说了，你就是借口不给我涨工资。这个时候富爸又说了，请停止你的抱怨。如果你再继续抱怨，你将学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你会认为问题在我这儿，你想改变我。孩子，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无法改变任何一个人。改变自己是神，改变别人是神经病。这是吓得清崎不敢说话了罗伯特富爸继续讲，问题不在我这儿，在你自己身上。
是你让我教你如何成为富人的。我的员工上百个，没有一个人问我如何成为富人，他们都在为钱工作，让我给他一份工资就可以了。但是你不一样，只有你跟迈克尔让我教你们如何成为富人，我正在教你。但是这堂课不是用语言讲的，是要让你用心才能倾听到的，不是用耳朵听的。所以小罗伯特，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富人，来用心工作，而且接下来我将会升级我们的课程。清奇说怎么升级？从今天起回去为我工作，1分钱工资没有，每个礼拜继续为我工作3小时。那罗伯特都懵了，啥情况？我是来涨薪的呀，咋到最后1分钱工资没有呢？如果你觉得你是来加工资的，加工资可以解决你问题吗？我给你加1倍，我给你加2倍，我给你加5倍，你还是穷人。很多人认为我今天之所以穷，是因为我工资太少了。他们认为他们的工资只要提升了，他们就能成为富人。No， 不可能，钱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因为你今天工资3000块，你会花2500块，甚至花3000块。但是如果你的工资我从3000给你发到5000，你会想方设法把那5000块钱全花光，甚至花6000块、7000块。因为随着收入的上升，你的支出一定会上升。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月收入过好几万的人，跟一个月收入只有几百块的人，其实他们的生活危机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清奇好像有点懂了。所以钱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2次见我，说说你的感受。第一次你是来应聘，第2次你是来加薪，太恐怖了。那你想不想这辈子不要再经历这样的恐怖？如果你不跟我学习如何成为富人，你这辈子的人生就是把你前面1个月为我工作的那1个月当成50年来过，那就是你的人生。你会不断的见新老板面试，见新老板加薪，辞职，再见新老板面试，再让新老板加薪，再辞职，如此仿佛就是你的人生。你想过这样的人生吗？我不想，这种人生太残酷了。回去免费为我工作。迈克尔已经答应了，你可以选择继续，也可以选择退出。这个时候清奇说好吧，清奇回去继续工作了。清奇不敢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穷爸爸，因为穷爸爸知道以后一定会去起诉富爸爸的。清奇只能够硬着头皮，每周6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为富爸爸继续工作。又工作了1个月，1个月以后，终于再次第3次见到了富爸爸。这一次的课程真的即将改变你的人生。这一次的课程，如果你听懂了，你这辈子再也不会缺钱啊！认真听，很重要。当这个2个小孩在工作的时候啊，富爸爸来了，给他们2个小孩每人买了个冰激凌，把2个小孩从店里叫出来，坐在草地上跟2个小孩聊天，每人给了一个冰激凌，说这个清奇啊，迈克尔啊，你们这个月为我工作跟上个月比有什么不一样啊？2个小孩说轻松多了。哎，为啥轻松多了呢？因为上个月每天想的就是，哎呀，这10美分赚的太难了，这个月反正没钱，反而轻松了，没压力了啊，非常好。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来谈一笔生意，好不好？什么生意？下个月你们为我工作，我每1小时开始付你们薪水，而且不是付10美分，付30美分，怎么样？这个时候罗伯特心里想，哎呀妈呀，太好了！30美分我就可以买新棒球了。工作3小时我就可以赚90美分。但是他没有，他心里在想，他没有说话。这个时候富爸说了，但是前提就是我不会再教你任何东西，我只会给你发钱。然后这个时候青青在想，那不行啊，那我来这为了你教我才来的呀。来1个小时不再发30美分，发90美分。这个时候，当听到90美分的时候，那个清奇心中有一个声音说：“答应他，答应他，有90美分，我1个小时90美分，我就会成为有钱的孩子了。”来，1小时1美元，2美元，3美元。当喊到3美元的时候，罗伯特清奇他心中有一个声音，简直就已经兴奋到了极点，赶快答应他，答应他，我将会成为全美国最有钱的孩子，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5美元
反而平静了。为什么？因为不太离谱了。在当年的美国，你不要说咱现在说的这个事儿，可是50年代的事儿，在座各位，1950年代那个时候，你不要说大人都赚不到$5呀，所以反而他觉得平静了，冰激凌也没吃，都化了，都掉到手上了。这个时候，富爸说了一句话：“恭喜你，孩子，恭喜你，入学考试及格了，终于我可以教你们了。如果刚才你们答应了，我会付你薪水，但是你这辈子都会变成钱的奴隶，都会为钱工作一辈子，你这辈子再也不可能成为有钱人。”罗伯特清崎说：“这是啥意思啊？”接下来，我想告诉你，穷人跟富人最大的区别，那就是有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我把它称为叫老鼠赛跑。想象一下，有一只小老鼠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这个小老鼠认为自己只要跑得快就能够跑出笼子，但是它跑得越快，笼子转得越快，它永远跑不出那个笼子，叫老鼠赛跑。穷人缺的不是钱，缺的是财商，缺的是创造财富、驾驭财富的能力。清崎还是没听懂。这样吧，清崎，我问你个问题，你说说那些为我工作的雇员每天工作，他们兴不兴奋？他们开不开心？不兴奋，不开心。那他们每一次拿到薪水是什么感觉？兴奋吗？开心吗？也不兴奋，也不开心。他们拿到薪水以后，每一次都跟我们拿到薪水一样，说那一句太少了，不够。恭喜你答对了。他们每一天都觉得钱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殊不知，他们如果不打败他们对金钱的恐惧和对这个物欲横流世界的贪婪，他们这辈子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牢笼。我把它称为叫做金钱的陷阱。你们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一辈子是穷人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已经很有钱了，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结果又破产了吗？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把它记下来很重要。一个叫做恐惧，一个叫做贪婪。是恐惧跟贪婪让你一辈子陷进了财务的泥潭，让你这辈子都只能成为一个穷光蛋。恐惧，对金钱的恐惧。他们认为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害怕赚不到钱，没有钱付房租，没有钱吃饭，没有钱让自己生活，所以他们要去找份工作。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他们认为钱赚到了就能杀死那个该死的恐惧。但是当他们赚到钱以后，他们的贪婪就来了。他们的贪婪会让他们买好房子、好车子、好衣服，疯狂的去消费、去玩，把钱全花干了。所以到最后，他们又开始恐惧，又开始害怕付不起账单，他们又继续的为钱工作。他们每天都在被恐惧跟贪婪所奴隶着。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起床上班付账单，起床上班付账单。这个清崎说了，那富人那成为百万富翁了，这些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个时候富爸爸说错，我有很多百万富翁的朋友，我有很多千万富翁的朋友，但是当你跟他们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他们比穷人对钱更恐惧啊。清崎说什么意思？他们更害怕失去钱，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名声，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大房子，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车子，他们对钱充满了恐惧。当他们潜意识对钱充满恐惧的时候，咱中国有句老话叫怕什么来什么。咱们中国曾经有一个首富，那就是搜狐的创始人张朝阳先生，那是100亿富豪啊，要豪车有豪车，要豪宅有豪宅，但是他得了抑郁症。他赚到钱了，他反而得了抑郁症。为什么？因为他恐惧，因为他贪婪。恐惧和贪婪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它可以吞噬你的一切，它可以吞噬你的时间，它可以吞噬你的身体，它可以吞噬你的灵魂。所以，有无数富人依然被恐惧和贪婪折磨。他们认为钱能杀死恐惧，他们杀不死，他们永远杀不死。所以，如果说你们
要想成为富人，就一定要战胜恐惧和贪婪。你们都想找我学习财商，对吗？其实我想告诉你，财商不是教你如何赚钱，不是教你如何赚大钱。我对教你们赚大钱没有任何兴趣，因为钱再多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啊。讲到这儿以后，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反正清奇听懂了。所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办？富爸说，穷人和中产阶级为钱工作，变成钱的奴隶；富人不为钱工作，让钱为他工作，变成钱的主人。我要教你们的第一课就是富人不为钱工作。当你不为钱工作的时候，你才能够跳出那个老鼠赛跑，你才能够杀死你对金钱的恐惧和贪婪，你才有可能成为有钱人。我不知道大家讲到这儿以后，大家能不能理解富爸爸的真实意思？反正当年我觉得我理解了，但是今天我重新读这本书，我发现我没有理解。那富爸爸不教两个孩子赚钱，他要教孩子干嘛呢？布置今天的作业。今天的作业就是去买一本《富爸爸穷爸爸》，或者直接我们让我们的班主任把《富爸爸穷爸爸》的电子书发给你。我不需要你把这本书看完，我只需要你把这本书的前2章看完就可以了。因为我今天讲的就是这本书第1章的故事。把前2章看完，给我回答以下的几个问题。富爸爸不愿意教亲戚赚大钱，那他到底要教给亲戚什么？富人既然不为钱工作，那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啊？那富人不为钱工作，那他为啥工作？那如何让钱为我工作？富爸爸到底想教给亲戚啥？这个答案就藏在《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的第1章跟第2章里面。把第1章跟第2章读一遍，找出那个富爸爸想告诉亲戚的那个答案。你只要找到了这个答案，我告诉你，你将这辈子不会再缺钱，你将跑出老鼠赛跑，你将躲过成为穷人的那个陷阱，你这辈子再也不用在财务泥潭里面挣扎啊！然后自己看完这个书以后做出答案，你们也可以小组探讨啊。做完这个作业才能够解锁下一集。你想真正的实现财富自由吗？你想真真正正的成为富人吗？你想真真正正的跳出老鼠赛跑，这辈子再也不用被钱蹂躏，再也不用被钱折磨，你再也不要过忧心忡忡的生活了。如果你愿意认真的完成我们今天第1课的作业。我是周文强老师，我爱你如同爱自己。下一课更精彩，下一课我们不见不散。